大陆的钻石晶片横空出世，我们今天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新的发展哦。尤其呢，先前我们讲到了涛定律，但是有这个散热的问题要解决，现在等于补上了最后一块的拼图哦。那北京这个时候掌控了95%的 AI 终极这个瓶颈散热革命，我们今天要来看到正式的爆发。好，过去大家都在拼说我们要做这个 AI 晶片，但是呢，大家说这个晶片要做越来越小。面对到的问题就是算力越强，但是散热问题一直都迟迟无法被解决。那么研究也特别指到了说呢，这个半导体的元件服役啊，温度每上升18度啊，其实它的失效率会提高2到3倍。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被解决。尤其我们看到辉达，它现在要发展它的 Vera Rubin 的这个架构晶片。而且它的这个功耗的消耗其实是非常大的。如果说这个 Vera Rubin 跟这个 GB300做比较的话，其实呢功耗消耗是超过64%的。所以呢，要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现在一个全新的科技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辉达来全面导入这个金刚石，我们今天俗称的就是钻石的这个铜复合散热材料，加上45度的温水直液冷哦。好，这个它金刚石也就是钻石，它具有什么样子的特性呢？会备受看好，原因就是它的导热能力是很强的。再来，它有绝缘体，不会受到这个短路的风险就会大幅的降低。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问题，说大部分的这个技术，包括全球95%的工业级人造钻石产能，其实呢，大部分还有这种高端产能都是掌握在中国大陆手里的。难怪黄仁勋急着现在要跟中国大陆的方面来一起做合作，包括大陆自己的，他这一家是郑州的超算中心呢，他也在使用了。那他这边也特别提到了数据有显示说，晶片的传热能力可以大幅提升80%，晶片的性能也可以提升10%。重点是温度了，温度还因此下降了5度。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在力拼的也是华为在力拼的涛定律，它不是一层一层的把它的这个逻辑的折叠晶片给它叠上去，包括了3D 的折叠，但是他们一直都想要解决就是散热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钻石散热的技术就有办法补足了他们的最后一块拼图了。大陆有没有可能拿这个来当做它未来的超车路径？赖老师怎么看？当然可以啊，因为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啊，欧洲、美国、日本啊，其实这些原本在人工钻石这个部分啊，他们是处于技术领先的国家，他们就已经发现了，中国大陆是后来居上的。它过去的优势是规模优势，但是它现在已经到技术优势了。所以从去年开始，欧美日等这些国家就跟中国大陆在 PK 了，因为谁要作为标准的定义权，谁就是掌有绝对的优势。我再强调是去年发现的，结果1年过后呢，欧美日全倒，中国大陆全伤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会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就是因为经过1年以后，中国大陆再往上走一台阶。而欧美日的进步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那进步的速度慢，现在大陆掌控了95%了，过去没有到95%，过去能50%就不错了啊。结果很快的啊，欧美日由于一盘散沙，这第一个。第二个，每一个国家投下的资源又不稳定，而中国大陆是有计划的啊，朝这个方向走。不要忘了，人工钻石它有2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耐高温，耐高温这个中国大陆在钨矿的技术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钨就是耐高温、极高温的，对，所以大陆这个部分的技术有绝对的优势。第二个就是它硬度很高。那既然是耐高温、硬度又高，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占有优势的话，它的技术都是属于国家储存的一个技术，在移转的过程里面。荷兰在这个部分就是河南了啊，不是荷兰。河南在这部分就占有核心的地位跟立场。好，是，它是下一代的晶片，下一代的量子，不管是军事用途、量子用途，或者是下一代的晶片，当然都要用到这个金刚石，就是人工钻石。你想，对黄仁勋来讲，他的晶片要走入下一代，他不跟中国合作可以吗？可是我觉得黄仁勋会面对很大的难题。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最先进的晶片卖不进去中国，中国买不到你的晶片，或者是不需要你的晶片，那中国培养自己的下一代的晶片，
它怎么可能会去满足你，或是提供给你？所以部分合作，部分不合作，让你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你的下一代的晶片你就不能够拿到稳定的材料。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个黄仁勋的英伟达来说，或者辉达来说的话，那它的未来的发展，中国大陆会后来赶上哦。那也就是黄仁勋目前的优势的领先地位，很有可能就因为卡在人工钻石这个部分，它地位不保，也可能是说不定的。好，所以一方面是美方哦，包括了这个辉达，它也寻求跟大陆的合作，希望能够拿到这个人工钻石的技术。那其实我们看到华为自己也是要刚好补足这一块，因为涛定律嘛，他们也是要处理有关于这个散热的问题，有办法被解决吗？那杨老师又怎么看？华为的就是这个副总裁何庭波女士，在发表涛定律的时候，她说，这个涛定律有没有什么困难？她讲的第一个就是散热问题，但是事实上，他们当然已经面对知道，而这个金刚石，也就是人工钻石其实就是帮忙在做整个这个所谓价叠的这种3D 折叠这个价叠的时候呢，它的散热能够更有效。那因此，你就刚刚提到钨的熔点是3500度左右，那人工钻石其实也非常高，那它能够在这个里面去增加比过去所使用的这个材料要更好的散热。是，不过这里面就让我们感受到，在现代的这整个工业科技先进科技的发展当中除了技术之外你发觉到中国大陆越来越在材料的层面就几乎是形成一种绝对垄断的地位。我们讲稀土讲了好久了，17种金属，现在又讲到稀有金属，去年是讲加根者，今年讲到钨，每一个大概都是7成、8成，甚至9成。那现在这个人工钻石，你以为人工钻石好像很多，对不对？以前听过什么俄罗斯人工钻石，对不对？结果中国大陆在这种真的高端科技应用的人工钻石，它的产值占99%。然后呢，因为它里面牵扯到热熔点，然后呢压制，然后用到真正的就是这个高科技里面去，而且还经过确认。所以华为的这整个涛定律，也就是在这样的技术跟材料之间的这个结合，它才能够达到这个应用跟这个效能。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只是只有说它有这个就是原料。No， 人家把原料跟技术结合之后，走出一条新的路，它已经不是弯道超车，它基本上是换道超车了。好，中国大陆走自己的另外一条路，那我们也来相比一下，有关于未来中美在 AI 竞赛的这个赛道上，谁有可能比较领先呢？来看到最新的数字，中国的 AI 晶片5月份，它的出口来到了年增幅111%，创2013年最大的增速，包括它的半导体跟它的计算机的产品贡献了出口达到了将近是一半。阿里云的创办人王坚说，过去呢大陆看到的是游泳池，美国看到大海，他认为呢现在双方中美都是看到一模一样的海。那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讲到说中国大陆的这个5月晶片的这个出口暴增，那其实这个出口暴增真正展现的是什么？也就是价格的下跌。中国大陆最厉害的，也就是当它开始进入到这个量产的时候，它的价格就会逐渐的下跌，而不是维持恒定不动的。那当它下跌的时候，与它同时竞争这一个产业的这一个商家，如果没有办法同时下跌的话，那对不起，你只能退出市场。所以，当你没有办法竞争，或者是你进入到这一个先进制程，不再做成熟制程的时候，成熟制程的市场就被中国大陆所掌握。我们刚刚讲了有关于冷却的问题谈了很多，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也就是摩尔定律，它慢慢的走到这个物理的极限了。所以华为它另辟蹊径，它进入了这个涛定律。涛定律有2个重点，一个是几何缩微，一个是时间缩微。几何缩微怎么达到的？也就是以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摩尔定律，也就是把这一个晶片越做越小，可以容纳越来越多的这一个电晶体。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华为的，它其实它没有这样做，但是它加叠起来。
但是这里面产生的热如何带走呢？这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刚刚讲到的，其实那个金刚石是一种，那但是呢，我们要想到另外一件事情，这一个设计代表的是什么？